这玩意儿一开起来比驴快10倍，等开春就买台彩电。彩电算啥？我家要盖2层。哎呦，桂兰啊，你们家咋还不动弹？村里都买拖拉机了。哦，我倒忘了，你们家没拿到那20万呢，怪可怜的。村长，补贴名单咋没我家？你家那地靠河，潮湿的到处长虫，不符合收购标准。赵德贵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到底是我家那地不合规矩，还是我这个人不合你规矩？就事论事，你可别给我扣帽子。爹，您先回去吧，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。哟，这是去钓鱼，连鱼钩都没有，怕不是寻死去吧？不过也没办法，你家那情况，估摸着快吃不起饭了吧？真是活该。爹娘老了，以后都得靠我了。不管是上山打猎，还是下海捉鱼，这个家我必须扛起来。什么东西？是金人！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！娘，开门！我的天爷，大河，你咋捡个人回来？娘，别问了，再不救就死了。烧水，快！唉，救人一命，应该的。别离婚，别不要我。这闺女说什么呢？大河，你过去听听。娘，这不好吧？娘，我们认识这个姐姐吗？为什么要救她？娃，人这一辈子不能见死不救，记住了。我的证件是这个不？闺女啊，你怎么会掉进河里呢？婶子，我叫沈之意，是省中医学院的学生。守义，咱家捡了个大学生。姑娘，先吃饭吧。你好几天没进东西了吧？姑娘，我们家穷，你别嫌弃。等你好些，我借头驴车送你回乡里。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咋能嫌弃？我只是不想连累你们，你们自己日子已经够难了。这是害物，就因为他们，我家地3年没收成，村里都笑话。这次没得补偿款，也是因为这玩意儿。大河，这不是害物，这是土源，学名地鳖虫，入药的，1斤干品能卖80块，1斤80。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会养土源，我帮你们养，算我报恩。但我有个请求，我想嫁给你。姑娘，你可不能瞎说！我家穷成这样，你一个大学生嫁进来就毁了。要是我闺女这样，我非得打断她腿。婶子，别这么说，你们一家都是好人，要不是条件不好，大河哥肯定也能考上大学。我爸妈离了婚，我跟着奶奶长大，奶奶去年走了，那个家没人等我，我不想回去。但我一个外人住在你们家，村里人会嚼舌根，我想留下来，把土源养起来，挣钱报答你们。您认真的？那行，但先说好，这夫妻是假的。哪天你想走，随时走，我绝不拦着。大河，爹，这姑娘心善，也有本事。但人家是大学生，咱不能亏待人家。你要是娶了，就得对人家好一辈子，听见没？爹，我知道。家里条件不好，亏了你这孩子了。婶子，面真香。哎呦喂，陈家穷的连鞭炮都买不起，还好意思娶媳妇儿？
牛桂花，你管好你自己！我儿媳妇是大学生，你家小宝连小学都没毕业。嫂子，咱这村子规矩简单，你俩把这碗面吃了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守义，这姑娘是咱家的福气。你们听说没？陈家要在那块烂泥地盖大棚，那块地连草都不长，他养啥？养虫子。桂兰啊，你那个城里儿媳妇怕是待不住吧？你家别老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了，这是要遭天谴的。跑不跑都是我家的事儿，不劳你操心。哼。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们家都到这地步了，还不跟他们解气吗？是非要逼死我们家才行吧？我们没证据，那怎么办？就任由他们使阴招吗？等他们按耐不住再动手。大和哥，宝山，我知道是谁干的，但我不能说。你说什么？卖符，给虫子吃。宝山这孩子跟他哥不一样。3日后，新搭的塑料大棚立起来了。婶子，那个虫子真能挣钱吗？你真想学？等我们弄成了，教你。女人有了拿在手里的钱，在家里才能有地位。陈大河，你那个大学生媳妇儿不会是骗你的吧？桂花，咋了？你再说我儿媳妇一句闲话，我把你家鸡笼掀了。不就是个大学媳妇吗？看得和眼珠子一样。大河，我能问个事儿吗？村里人为啥这么排挤你们？3年前，县里有个收鸡蛋的老板，说收购价比公社高3毛，全村人疯了一样惨淡。可大伙儿嫌挣的不够多，往蛋里头注水，拿针管子注，注完再用蜡封住，1斤蛋能多出2两水来。爹看不惯，去阻止他们，他们却将爹赶了出来。管不了别人，爹只能管自己。交货那天，爹把咱家攒的那2筐蛋一个一个砸了。他说，做人不能没良心。可那老板后来还是查了。他见蛋少了一户，又听了风声，挨家挨户查，村里的生意一下黄了。全村人都说我陈守义不光砸了蛋，还砸了全村的饭碗。从那以后，你叔去地里干活，人家把水渠堵了。小何上学，同学说他爹是叛徒，把他书包扔茅厕里。我去借粮，没一家肯借。嫂子，从那以后，同学都不跟我玩。叔，你做得对，那些注了水的蛋，万一吃出人命，赔得更多。你是全村最有良心的人。你叔这辈子没后悔过砸那些蛋，他就是委屈。做人不能没良心，这话我没说错。
可这一筐蛋砸下去，毁了我家一辈子。我真的没做错吗？大河，把这封信寄给周老板，他是我恩师介绍的，专做药材生意。我把样品和报价都写清楚了。您好，麻烦帮我查一下我的信件寄出去了没？你这封信上礼拜3就有人取走了。谁取的？签的字赵大宝。这个赵大宝心咋这么黑？我说怎么1周了都没回信，原来是信根本没寄出去，早早就被人截胡了。走，大河，去乡里告他。截信是犯法的。守义，咱得罪不起，得罪不起也得得罪。再让人欺负，咱家就真站不起来了。没错，是冒领，把赵大宝带回来问话。听说大宝被拘留5天，罚款200。知意，知意，周老板回信了。样品已收，品质一流，本人将亲自登门。黑色小汽车，甄家这次看来真要发了。发什么发？养个虫子而已，还能养到天上去？好货，贝壳完整，色泽正，1008块，先把这一批拉走，我信知意你的货。哎，周老板大气。知意，婶子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你是咱家的恩人。婶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再说了，你们才是我的恩人呢。婶子，我想跟你学养虫子。行，但你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。我自己挣钱养我儿子。你个外来的，敢挑拨我家媳妇儿！再指一下试试。刚从拘留所里出来，就想再进去了。行，你们等着。淹了2成。老天爷，我们到底做错啥了？婶子，别哭，这不算什么，能再来。赵德贵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儿子干的事儿，
你到底管不管？不管，我去县里告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！蝗虫来了，把粮食都收屋里，门窗关严实。咱家那些害物，今天看真是宝贝。蝗灾了，合同作废，补贴款1分没有，1分没有。那我家买拖拉机的钱怎么还？我家房子都推了，就等着这笔补贴下来好重新盖呢。本以为发财了，家里存款早就花完了，现在粮食也被蝗虫吃完了，全村人都等着饿死吧！乡亲们，静一静，咱们去找陈大河。建国，不是我不讲情面，我家断顿那些日子，谁借过我1粒米？你当年要是站出来，今天的粮我白送。志宇，要不给老李家一点点？老李是个好人，发生那事儿的时候，老李还在部队里。我一直坚信，若他在，也会和我们家做一样的决定。婶子，不急，让他们先想想，当初是咋对咱的。粮会给的，但不是这时候。守义哥，我嘴不好，给你们赔不是了，这些是我扯的新布料，都给你，你行行好，借我点粮。桂花，布料拿回去。粮只卖不借，1碗小米500块。500块，这是想钱想疯了！陈守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就你一个人还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。你们尽管来试试。哥，这次从拘留所出来就别再进去了。哥，现在你媳妇儿住陈家，你娃天天在陈家吃饭，你把人得罪光了，现在谁也救不了你，除非你自己去认错。我有什么错？当年若不是他家多事，村子现在早就发财了。发什么财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鸡蛋人家一吃就知道有问题，这生意本来就长久不了。大河，快拿粮来！小娥，起来，孩子别冻着。婶子，我没钱。不要你钱，快喝吧。你娘心软，一辈子改不了。当年你奶奶饿得不行，她把自己那份口粮省下来给老人。爹，心软这毛病好，你不也心软？什么500块1碗小米，气话吧。他们要真诚心求你，你巴不得把粮送他们碗里呢。拿回去给孩子，你男人不争气，你得争气。婶子，我明天来帮你干活，不要工钱，管饭就行。行。赵大宝，你站这儿是想做戏让全村人看，还是真心？叔，我是真心的，我对不起你们家，特来负荆请罪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我儿子，是我儿媳妇。你跟他们说，
结信是我，挖坑仙棚也是我，这都是因为我看不惯你家赚钱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那么多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是我爹一直撺掇我，我才冲动。其实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家被踢出补贴名单是我爹决定的，张老板根本不知道你家地合不合规。而且我爹早知道张老板不靠谱，没有什么20万补贴，每户最多2万。我爹收了老板30万好处费，把这事压下来骗了全村。大宝，明早村里大喇叭，你刚才说的话一字不漏说一遍。这些事儿在我家这里就算一笔勾销。至于乡亲们怎么看你家，我决定不了。行，我说。各位乡亲，我是赵大宝，我爹赵德贵收了张老板30万好处费，20万补贴是假的，每户最多2万。我爹把这钱给压了，怕大家闹。守夜，听见了吗？他们都知道真相了。早晚的事儿，良心这东西藏不住。带头的人走了，看来我们家马上就能沉冤昭雪了。赵德贵，你个老东西，害了我们全村的钱啊！嫂子，这事儿已经闹大了，让德贵出来说清楚。他也可怜，可怜归可怜，该做的他还是做了。回去准备准备吧，该选举新村长了。不如推举你。我可不当那劳什子村长，我还得专心跟着我儿媳妇养土园呢。后来李建国被推举为新村长，我们一家人也都支持这个决定。从今天起，我李建国在此发誓，绝不带乡亲们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，更不贪乡亲们1分钱。当年守夜砸蛋，现在看他才是对的。我们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桂兰姐，我对不住你们家。桂花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住一个村几10年。你嘴不好，我知道，但你那些话往我心里扎的针，到今天还有印子。桂兰，我知道错了。进来吧，饭好了。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既然过去了，那以后就一起养土园赚钱吧。一起赚钱？温度要保持在25度上下，湿度……你慢点说，我记一下。湿度控制在60%到70%，太干太湿都不行。没过多久，消息就传了出去，每天都有一堆人来家里学技术。哎呦，忙死了，忙死了！快，还有什么关于土园不懂的，赶紧都来问，问好了就回去养，省得再在我眼前晃。我是真心的，先教我。我也是真心的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谁急谁最后一个。你看这一池子，比去年大棚里多3成。长得好。知意，你知道不？当初你叔砸蛋那阵儿，全村人都骂他，他晚上一个人坐院里一坐半宿。我问他咋了，他说桂兰啊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说你没错，你做的对。叔，好在现在都好起来了，叔的决定也被证明是对的。周老板说土园110块1斤了，比去年涨3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扩规模，我想拉村里更多人入伙。这能行吗？我们是不是太善良了？别最后又被人卖了。大和，爹支持。当初咱家穷的时候没人帮咱，现在咱有本事了，帮别人不丢人。对，帮人给咱家积德。好，我这就去找村长商量做合作社的事。大和，叔，婶儿，你们快出来看看！我去找他们算账去。大和，冷静点，我和你去报警。
听说这次梅花姨要被拘留15天，他们这一家人马上就能在拘留所团聚了。知姨嫂，桂兰姨，我替我妈给你们赔个不是，她就是太冲动了。老山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爹你娘的事跟你没关系。合作社，你愿意来吗？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不是柳河村的人，但我嫁到了柳河村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我们一起干，一起富，谁也别落下。请问这是柳河村吗？我们女儿丢了。这是我女儿，你们见过她吗？这不是陈大河他媳妇儿吗？刚还在这儿宣讲呢，才走没多久。知意，我的女儿啊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回去过你们的日子。亲家母，别哭了。知意这孩子有脾气，但心善。你们做爹妈的有啥疙瘩，坐下来慢慢说。大姐，我们对不起孩子，我们不是好父母。你这一说，我都心酸。老沈，我文化不高，但我知道爹妈再不好也是亲的。你家闺女在我们家1年了，她想你们就是嘴硬。老陈，谢谢你。知意，之前是爸妈不对，忙于工作忽略了你。这次爸辞了工作，妈也辞了，我们想留下来陪着你，不管在哪儿，爸妈都陪着你。爸妈，亲家，我想搬到柳河村来住。我们这村穷，你可想好了？你愿意来，我们欢迎。我沈怀民苦读多年，为了就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。我的天！大学教授奔咱村来了！教授能教咱认字儿不？我们多大了还认字儿？倒是孩子们有读书的机会了。不管多大，我都想认字。哟，妹子，你竟然是个医生！大姐，以后村里要有人不舒服，让他们来找我，不收钱。好。我腰疼10几年了。进来吧。婶子，进来吧。老陈，砸鸡蛋那事儿，知意跟我说了，你是条汉子。要早知道我儿媳妇是教授和医生的闺女，我砸蛋那会儿腰板还能再挺挺。梅花腰好了一大半，今天偷偷送了方医生1篮子鸡蛋，那个温柔啊，我这么多年没见过他这副面孔。他是恨咱家，又不恨咱家的亲家，还挺傲恨分明的。你这老头子今天怎么这么贫？以前生活过得不如意，哪有心情贫？苦都打碎了咽肚子里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们家有了个福星。合作社第1次分红，大家坐好。今年利润28000块，陈家拿12000，沈教授拿8000，剩下8000分给社员。社长，我家这份我不能要，我家以前对你家……老山，你当初半夜来送麦麸的时候，哥记得，这钱你该拿。刘小娥300。
牛桂花200。这是我这辈子挣的第一笔正经钱。跟着陈家干，以后有的是钱挣。我当年砸蛋得罪了全村，今天你们还愿意跟着我儿子干，我陈守义谢谢大家。春节快到了，要不我们给孩子们重新补办一个婚礼吧？知意，之前我说的话还算数，若你想走，我绝不阻拦。傻子，我还能走去哪儿？小何，把桌子擦干净。哎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陈叔，您说2句。我陈守义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就是砸了那光蛋，要不是砸了蛋，我儿子就娶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儿。我同意，没有那筐蛋，我家也碰不到这么好的亲家。大宝，进来喝杯喜酒。大哥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最近倒霉，这不刚摔断腿，就别扫了嫂子的兴了。我就是想给送个祝福，以后好好干，别再犯浑。各位乡亲，我有个想法，我要把柳河村做成全省第一个中药材种植示范村。教授说行，肯定行。扩种50亩，引进炒制烘干包装设备，一起把生意做出去。地的事儿我去协调。我家那3亩荒地全拿出来，还有我家那2亩。大河，50亩咱干得了吗？还有你大学生不敢干的事儿。当初你劝我养土园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这不是因为全村都等着这50亩地吃饭吗？我害怕。干得了，我们一家齐心协力。地是我家的命根子，凭啥拿出来？嫂子，方医生治好了你的腰，这情你认不认？我认。地我拿出来就是，但我得入社，以后不准再提以前那些事儿。好。李叔，我也要入社，我赵大宝绝不再做以前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好，知错就改的都是好人。我找了3个省城的投资人，过2天要来村里。太好了，爹，钱呢？谈拢了吗？他们出，但有条件。沈小姐，我们出50万，但要控股51%。不行，你这点规模，不靠我们做不大。我不管你们城里啥规矩，在咱村，地是大家的。你们想拿地，先过我这关。大河，要不让人家控股呗，人家有钱呢。婶子，钱是他们的，地是咱的。若地也没了，咱就啥都没了。爹，都怪我，联系的投资人竟然想一口将全村都吞下去，我差点就害了这个村子。这不怪你爹，你也是好心，我们再一起想别的办法。好。我记得之前我学校的几个老师好像想找片地做中药材种植研究来着。知意，你提醒我了，我这就去联系省农科院的问问，这样不光有技术支持，还不怕地被抢走。省农科院的回货，技术入股，他们派人指导，扶持资金10万，县里再配2万。太好了，爹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
男的搬砖，女的做饭，能动弹的都来。你歇着，刚摔断腿没几天，别乱跑。不歇，全村人都在干活，我怎么能搞特殊？本来家里名声就不好，我得多干点，转变名声，好养活你和孩子。老陈，喝点儿。嫂子，辛苦。你多大年纪了，逞啥能？我不干，谁干？这是我家的基地，老陈，这是全村人的基地，哈哈哈哈，那也得我先上。吃饭啦！老沈，你们城里人能吃苦，老陈，你们农村人有大智慧。这俩老头没准过2天成忘年交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都得归功于我那杆子把你给钓上来了。傻样！小陈，你们合作社的事迹我看了报告，了不起。周县长，您过奖。你儿子出息了。你儿媳更出息。我宣布，柳河村列为全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示范点，拨付扶持资金5万元。陈大叔，您过来。耶，下一个。1、2、3。小沈，省里下个月有个全省经验交流会，你们的故事要上台，你提前做准备。1年前，我从河里被救起，是柳河村陈家的人救了我。我公公说，做人不能没良心，这句话是我们家的家训，也成了柳河村的村训。嫂子在收音机里说话。志毅，爸打电话，我导师说省里下半年要选示范村盖楼，咱村有戏。盖楼？而且是免费盖。省里领导，老李，不用紧张，我们是来给乡亲们办实事的。乡亲们，省里决定把柳河村列为全省首批新农村建设适当点，省里出钱给你们盖新楼。盖楼免费盖。我当年做梦都想盖楼。守义，听见了没？省里给盖楼。听见了，当年他们想拿20万自己盖，没拿到，现在省里给盖，比20万还体面。你不能说句暖心的？这还不暖心？6栋4层楼，水电暖气全通，每户3室1厅，明年秋天交钥匙。刘处长，有附加条件吗？有，省里选你们村是因为你们村在产业结构、合作社经营、带动农民增收上做得最好，条件就是以后都得这么继续下去。
志毅，咱村真要翻身了。是大家自己挣的。村子里经历了这么多，收购人跑路，20万落空，蝗灾，这一切都值得。乡亲们，省里为什么给柳河村盖楼？因为这个村靠自己的双手从全县最穷的村变成示范村，你们的精神值得全省学习。上去啊！我就是个种地的，不会说话，我就想说，楼盖好了，大家好好住，别打架。当年我骂守义骂得最凶，现在想想我真傻，骂了个好人。婶子，咱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比啥都强。电击！大宝，别哭了，以后好好干，也对得起这新楼。小娥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大河，对不起全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志毅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若没有你那杆子，我早淹死了。大河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你要当爹了。当爹？我的儿啊！娘，轻点儿。哎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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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愣着干啥？快来扶你媳妇儿！行了行了，腰别累着。我得给我孙子打个结实的床。市面上卖的那些都不行，还是自己做的放心。以后每周都得测一次。听你妈的。好好好。婶子们，这是做什么？大家的一点心意，邻里邻居的，拿着吧。当初你们家连饭都吃不上，现在住新楼，生大胖小子。这日子做梦都想不到。桂花，咱们村都好了。不！大河，孩子不会碎的，你再用力点抱，别掉了。你看看这楼，省里给盖的，我孙子将来就住这栋。老陈，你孙子是住楼里，你呀是住进全省人民心里了。乡亲们，这第一杯酒，敬陈守义，没有他3年前砸的那筐蛋，没有柳河村的今天。我陈守义何德何能？谢谢大家。守义哥，桂兰姐，我今天当全村人的面给你们赔个不是。以前我嘴贱，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，你们大人大量。桂花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还能记恨你？喝一杯。大河，知意，我赵大宝这辈子欠你们的还不完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陈家的。大宝，别说这些，你好好干活，就是对得起大家。乡亲们，搬家啦！住新楼啦！住新楼啦！大宝，小娥，这墙比我家以前的大米都白。方大夫，我以前对不住你们家，你还不计前嫌，给我治病。嫂子，都过去了，
嫂子，我以后也要上大学，像你一样。你比我强，你肯定考得更好。省电视台来拍专题片，大家都准备好，标题是从河滩地到新楼房，一个村庄的逆袭。陈大叔，您最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句什么？做人不能没良心，良心在，日子就好。大河，你到底会不会钓鱼啊？会啊，只不过我钓上来的不是鱼，我钓上来一个大学生，一个媳妇儿。又贫。守义，你说咱这辈子值不值？值，比啥都值。